别过来！溪水，你受伤了？与你无关。来人！快把祭品给我带上来！是谁把你伤成这样的？禀太上教主，祭品带到。 还不够，该你们为本座效忠了。这片大陆应该没有别的极限斗罗了，究竟是谁能伤你？还能有谁？ 当然是你至交好友的宝贝徒弟了。霍雨浩，他现在顶多魂圣实力，怎可能打伤你？就凭他，当然无力与我作斗。这等机遇，此子不除，将来必成圣灵教心腹大患。溪水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魔兄早已西去，你何必为难一个小辈？更何况，当初是我。龙逍遥，这是你欠我的。 逍遥，我只有你了。我答应你，完成钟离老鬼的心愿后，你我就离开圣灵教，再也不掺和这混乱的世道了。太上教主，凤灵求见。进来。启禀太上教主，大供奉。 火凤圣女刚刚突破封号斗罗瓶颈。好，很好。她的第9魂环，老身亲自为她猎取。老身看看火凤圣女的凤凰邪火修炼到何种地步了。霍雨浩，是时候做个了断了。 有心结，或许我还有逃生的可能，至少我还有兽神帝天的逆鳞在。你是在指望着兽神帝天的力量保护你吗？我感受不到逆鳞的联系了。帝天的本体是金眼黑龙王，我的武魂是黑暗圣龙，二者是同宗，我自然有的是隔绝他的手段。对付晚辈区区一个魂圣，却是做得如此周密，前辈倒是谨慎。 溪水早就告诉过我你的情况，我不会重蹈覆辙。看了有一会儿了，出来吧，小姑娘。
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为什么我就不能在这里？他藏在旁边，不止一次想要对我出手，只不过一直找不到机会而已。走吧，我们换个地方，这里太吵了。还想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吗？活下来再告诉我答案吧。发现黑暗圣龙之后，你为什么不跑？既然来了，我就不会逃跑。我答应了贝贝大师兄，要带你回去。放心，我会保护好你的。这是我要说的。瞬息千里，这是空间之力，不愧是极限斗罗。怎么，怕了？怕？有什么可怕的？你无非就是比我们多活了几年而已。如果我们是在同时代，谁怕谁还不一定呢。好，说得对。如果是在同时代，我恐怕真的未必能够稳胜你们。你们是现在这个时代的天才，不过我也是当年的天才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仿佛200年近在眼前呢。他要杀我们，刚才在皇宫就能得手，何必费心带我们到这里来？来吧，你们2个一起上，让我看看你们这些天才的年轻人究竟能够发挥出怎样的战斗力。尽全力一拼吧！你们没有任何逃走的可能。战士战死在战场上，也算死得其所。有趣，这小子吃定了我身为长辈不会率先攻击，居然毫无顾忌的蓄力。武魂真身，修罗之瞳。好奇异的魂环配置，玫瑰金，从没见过的魂环颜色。这个魂环让人感受到气运的环绕，这类白色魂环与我无关。这小子精神力的强度已经达到了封号斗罗的层次，而且比一般封号斗罗更为凝视。没有魂力波动，也不是精神波动。你们的表现很不错，但该结束了。斗罗的真正底蕴吗？龙
影垂天。放开！剥夺和命运之上，降低对方的物理防御和精神防御，再以修罗之瞳爆发最强灵魂冲击。龙逍遥果然选择以精神力对抗，继而在精神力对撞的瞬间，发动三生狼元魂舞的瞬移技能，以肉身硬接龙逍遥的精神攻击。命运头骨可以在1天内免疫3次精神攻击。龙逍遥却实打实的挨了一记最强状态的灵魂冲击，饶是他极限斗罗，也会有一瞬间的迟滞。就这一瞬间的时间差，让我有了逃出升天的机会。快啊！都对了。一点，你真的只差一点点而已。现在，我必须要承认，你比我年轻的时候更有天分，几乎在我手上成功逃遁了。可终究，我也没能离开，不是吗？应该是我们，但我们还没有输。梧桐。前的任何一刻，我们都没有输。梧桐，你不该回来。不，宇浩，你数次舍命相救，我岂能舍你而去？出来吧，龙逍遥。宇浩，前面的战斗为了保护我。你的魂力损耗巨大，快抓紧时间恢复魂力。我有办法能拖住龙逍遥一段时间。现在该我了。黑一红，竟有如此惊人的魂环配置。龙神，光明龙神蝶，龙
神怒！第三魂技，光明龙神斩。不同的武魂，似乎对龙逍遥的黑暗圣龙有品级上的优势，但双方的实力差距实在太大，这局面恐怕维持不了多久。我要尽快出手。刚才这一击，竟令我的武魂出现恐惧与战栗。我已经100多年没有过这种感觉了。这就怕了？还没完呢！第七魂技，武魂真身，光明龙神蝶。龙神降临。气息，骤然变强了。以龙神附体状态施展武魂真身光明龙神蝶，会自然进化为龙神降临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将龙神对黑暗圣龙的血脉压制释放到最大。龙神之波，灵魂出击。第七魂技，冰帝之身。全力一击！
你们两个小家伙，确实给了我很多的惊喜。真没想到，现在的年轻人竟然已经能够做到如此程度了。果然是一代新人胜旧人呢。多漂亮的小姑娘啊！200年前，我也曾遇到过一样美貌的姑娘。游戏结束了。你现在可以选择，我这匕首之中蕴含着黑暗元素之毒。就算是你的极致之冰也克制不了。当然，他的是光明之体，就更扛不住了。是刺自己一刀，还是我刺他一刀？一共有9次机会，每一次都必须刺在躯干位置。我数一个数，你刺一刀。你犹豫的话，我就让他帮你分担一刀，9刀之后，你们就可以走了。你堂堂极限斗罗，竟然拿一个女孩子来威胁我！给你1分钟考虑时间，然后我们这个新的游戏就开始吧。奉劝你不要动什么歪脑筋。老夫是99级极限斗罗，任何细微的变化都逃不过我的眼睛。比如你想要杀我的眼神。补充一条规则：你捅下去的每一刀，都必须有2个洞才行，也就是要扎穿自己。说话算话。太疼的话，可以让他承受。下一刀，让给我。无头，我有件事情想要拜托你，可以吗？无头，当年我刚刚进入史莱克学院的时候，才11岁。那时候，我有一位室友，一位有洁癖但却有点懒惰的室友。他有着英俊的相貌，强大的实力。他的名字叫做王东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不奏无名之辈。我叫王东。不要停！虽然一开始闹了点别扭，但我们很快成了朋友，一起参加了6年前的
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，并且一起赢得了冠军。后来，我作为交换生去了日月帝国。等你回史莱克学院，说不定就能见到我姐姐了。我走了。那咱俩就在这里。是我最好的朋友。你回日月皇家。等我迫不及待地重回学院的时候，我却找不到他了。但就在当夜，那个名为海神园的夜晚，他回来了。他告诉我，他的真名叫做王冬儿。六。从此，我的世界被他填满。以后无论发生什么，我们都要一起面对。宇浩，停下！最后3道留给我。我们不是说好，无论发生什么，都要一起面对的吗？我与冬儿相识相恋，早已约定共赴余生。但命运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开起玩笑。不是。乾坤问情谷，我失去了他，是我一直将你当成是失去了记忆的他。我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武魂融合，来确认你就是他。可是我失败了。那时候我才明白，你不是他。爸。梧桐，如果未来你见到一个和你相貌一样的女孩子，或许她就是冬儿。不要告诉她今天的事，就让她忘掉我，快乐的活下去。我将会用生命来守护你，生生世世。九刀一成。